你知道吗？灵性高的人，他生来就不属于低维度世界，因为认知决定他的维度和阶层。高灵性的人，他跟底层的环境是不匹配的，就是他的觉悟和能力迟早会让他进入更高维的环境里。那什么样的人才算灵性高呢？就是笼统来看的话，有2个特点。一个就是你发现这个人他的气场很温和，然后他喜欢安静。别人可能说我一个人待久了就闷得慌，我一定要去找我的朋友，然后热热闹闹的，对吧？然而他就很会享受孤独，自己来滋养自己，这个就叫什么？本自具足心。另外一个就是你发现这种人他的性格很纯粹，为人宽容，懂舍弃，别人要害他，他看透了避开就是，懒得计较。维度底的人看他就觉得这个人很傻，感觉缺心眼儿一样，其实是因为不想沾染太多，陷进这些是是非非里面去。所以核心就是那句话，上善之道，利万物而不争。单从这里就能看得出来，灵性高的人他是不属于低维度世界的，因为对他自己而言，长时间待在这种能量很浑浊的环境当中是很煎熬的事情，特别像什么人情世故、亲朋往来这些东西，灵性高的人往往就很抵触。然后我们再从外界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在咱们这种集体主义为主的大环境里，你做事情不合群，那你就是最大的原罪。别人会觉得大家全部都是一辈子都这么过来的，然后就你一个人搞得超然物外，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对不对？然后就会出现什么事情，大家就会排斥你。这么一来，灵性高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往往就很痛苦，因为他在低维度的环境里面他待不下去，但是靠自己又很难找到出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开始接触到高维度的世界，比如说他读了一些书开悟了，或者说遇到一些道行高有德性的前辈老师愿意来给自己领路，他就会不断往上突破，一日千里。所以对于灵性高的人来说，修行就是最好的出路，而且他本身就有这个的能力。你在成熟这条路你走得越艰难，那么反过来修行这条路你就会走得越如鱼得水。所以千万别浪费自己的天赋，趁早进入更适合你的世界。灵性高的人只要经过一定的修行，他就能够一眼看见人心。高灵性的人只要能成长起来，财富等级和社会地位都是非常高的，而且会得到很多很多人的爱。因为高灵性的人他们最大的天赋就是感应能力极强，他们能够感应到人性善恶，自然也就能看到别人内心的需求。他们只要经过一定的训练，就可以知道如何用商品或者是服务去满足别人的需求，那么金钱自然而然会朝他走来。所以高灵性的人做策划、做身心灵疗愈，或者做资讯、做服务咨询，都是非常顶级的存在。
但是高灵性的人非常不适合在底层生存，因为在底层人的兽性大于人性。高灵性的人神性太强，不争不抢，这只会成为别人欺负他的理由。另外，高灵性的人追求内心的意义，甚至会成为别人嘲笑他的原因。甚至高灵性的人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他会能看见很多的机会，但在社会的底层，不会有人鼓励你、认可你，他们只会否认你、抨击你，然后把你的梦想踩碎。反而在越高级的圈子中，他们越认可欣赏高灵性的人。所以高灵性的人必须修行，去到更高的圈层，在那里你才不是异类，你才不会孤独，你才能施展自己的天赋。那为什么有的人有灵性，有的人没有灵性呢？这中间的区别是什么呢？灵性高者需修行身心，饮食清淡，眼亮洞察人心，内心清净，专注不滥情，需放下评判杂念，活出真我，以心换心，激发善念，保持信仰，静心独处，感知世界，提升灵性，能改变看世界和人生的角度，找到解决万事的规律。灵性是来自于我们灵魂的能量对我们人体作用时，我们人体在这种能量的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综合表现。灵性具有一个很特别的秘密，灵性这种特质如果不生就会反降。灵气是一种难以言表的东西，它似乎与生俱来，却又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去提升。它是一种独特的魅力，一种能让人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的气质。灵性高意味着我们的意识全面觉醒，在每一个当下，不但能觉察自己的感受，也能够觉察到对方的感受，觉察环境的状况，不但能看到外在的状况，也能够觉知内在在发生什么。不但能觉察到这一切，同时还能够调和与转化。每天的工作生活中都会不断遭遇挑战，有的时候能够马上转化，有的时候也需要很久的时间来处理和消化。灵性就是与内在的宁静保持连接，宁静是你最真实的本性。如何让自己的灵性回归于自己呢？人经历的越多，越渴望做一个有灵性的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灵性是我们能称之为自己最重要的原因。没有灵性的人，活得失去了为人的光泽和特点。一个人最高级的活法，就是努力将自己活成一个有灵性的人。灵性成长是人类内在探索和发展的重要领域，它涉及我们超越肉体层面，与更高的意义和真理相连接。我们的灵性成长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和封印。接下来我将深入与你探讨解除灵性封印的4个方面，即渴望、臣服、耐心和恩典，以帮助我们开启内在潜能的大门。1.1 渴望。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渴望是迈出第一步的动力。
渴望是一种内在的火焰，是对更高层次的理解和连接的强烈需求。它驱使我们追寻真理，追求超越日常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渴望的力量使我们勇敢地踏上灵性成长的旅程，超越自身的局限，开启探索内在世界的大门。渴望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激发我们寻求灵性成长的决心，也在于它使我们保持专注和动力。它是我们持续前行的动力源泉，使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坚持不懈。通过培养和加强内心的渴望，我们能够更好地聆听自己的内在声音，迈向灵性成长的更高层次。渴望是我们灵性成长的起点，它是我们内心对更高意义和真理的追求和向往。渴望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推动我们不断寻找答案和启示。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是我们灵魂对自我觉醒和成长的呼唤。当我们拥有强烈的渴望时，我们会更加投入和努力地探索灵性的领域，不断追求更高的境界。1.2 臣服。臣服是灵性成长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不是盲从或放弃个体意志，而是一种虚心和谦逊的接纳更大的力量和智慧。通过臣服于灵性的道路，我们超越个人的欲望和控制，与更高的真理和智慧相融合。臣服使我们放下自我，接纳新的观念和体验，从而拓展我们的视野和意识。臣服的重要性在于它打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成为更好的接收者和学习者。当我们谦逊地臣服于更大的力量时，我们能够接受新的教诲和指导，从而促进灵性成长的深化。要学会臣服，这需要我们放下自我，虚心地接纳来自更大力量和智慧的指引。我们可以通过冥想、静心和修行来培养谦逊和接纳的态度，同时与导师或灵性指导者建立联系，寻求指导和启发，也是臣服的一种方式。这种臣服并非是盲从或剥夺个体意志，而是放下自我，与更高的真理和智慧共舞。1.3 耐心。耐心是灵性成长不可或缺的品质。灵性之路并非依赖有限的智力，而是需要我们培养内在的耐心和坚持。灵性成长是一个长期而持续的过程，其中充满了挑战和困难。耐心使我们能够接受自然的节奏和时机，而不是焦虑和急躁。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阻碍和障碍，或是内心的抵抗和疑惑。这时候，耐心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它帮助我们保持冷静和信心，坚持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前行。通过耐心的修炼，我们学会接纳不断变化的过程，并从中获得智慧和成长。耐心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培养了我们的毅力和恒心。在灵性成长的旅程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长时间的冥想、修行和自我觉察。灵性成长是一个需要耐心的过程，我们需要保持冷静和耐心，学会接受过程中的起伏和困难。我们可以通过日常冥想、身心调理和修行来培养耐心，以及学习倾听内心的声音，感知自己在成长中的进展。耐心使我们能够在面对挫折和困境时保持冷静和信心，坚持在灵性成长的道路上前行。1.4 恩典。恩典是解除灵性封印中至关重要的方面，它是一种无条件的爱和祝福，来自于更高的力量或智慧的馈赠。恩典可以激发我们内在的潜能，给予我们力量和指引。它是一种超越个体努力和修行的力量，是灵性成长过程中的神圣赐予。恩典的获得需要我们的谦逊和开放。当我们谦逊地向恩典开放时，我们变得更加敏感和接受，能够获得更深层次的体验和领悟。恩典的加持使我们能够跨越自身的局限，迈向更高的境界。灵性成长不是单纯靠个体的努力和修行，也需要恩典的加持。恩典是一种无条件的爱和祝福，来自于更高的力量或智慧的馈赠。它能够激发我们内在的潜能，给予我们力量和指引。通过谦逊地向恩典开放，我们可以获得更深层次的体验和领悟，加速我们的灵性成长之旅。我们可以通过瑜伽、冥想、祷告或其他灵性实践来与更高层次的意识相连接，接受来自宇宙的恩典，多接触自然。灵性是人的本来面目，而且只有这一个灵性。当人摆脱大脑思维的惯性，把关注点向往内心，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而不是世界从小灌输给你每个人所谓都应该追求的事物的时候，人的灵性就能慢慢恢复，就是所谓的返璞归真。而当一个人真正恢复了自己内在的灵性，他看万事万物都是具备灵性的，他看万事万物会发现都是一个奇迹，万事整然有序。什么令你祥和，什么令你安静，你要察觉一下它，要向它学习。花、草、水、石头，当你与内在的宁静失去连接，你就失去了与你自己的连接。当你与自己失去连接，你就在这世界迷失了自己。而如何才能提升自己的灵气呢？ 2.1 多读书，丰富内心，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读书是提升灵气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2.2 亲近自然，感受生命。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亲近自然可以净化心灵，提升境界。在大自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生命的伟大、神奇和美好。亲近自然是提升灵气的重要途径。 2.3 帮助他人，传递爱心。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帮助他人是提升灵气的一种重要方式。我们应该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比如老人、孩子、残疾人等。我们也可以通过捐款、志愿服务等方式来帮助他人。每天至少做一件好事，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有灵性的人懂得，你不该沉浸在对过去的不甘心和对未来的幻想上。现在去做想做的事，是对自己人生的负责。在意过去，你依然无能为力；幻想未来，你依然还是要在现在的基础上改变。这个世界上唯有现在值得你用心用力努力活好每一个当下，你才能让人生无憾无悔，对得起自己，活得有灵性，我们才像个自己。没有谁可以成为阻碍我们活得像自己的理由。任何一个此时此刻，都是我们最需要努力活成自己的时候。人生重要的是经历，一个有灵性的自己更值得。一辈子很短，要对自己好一点，真诚一点，爱自己的人才幸福，珍惜当下的人才不遗憾。很多时候，你不得不承认，我们活得越来越痛苦。糟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太不爱自己，太爱忽视现在。看着一棵树，一朵花，一株植物，让你的觉知安住在它之上，允许大自然教导你宁静。当你看着一棵树，感觉到它的宁静时，你自己也变得宁静。你与这棵树在一个很深的层面连接上了。通过宁静，你感到与你觉察的物体合一，无论它是什么，感受你与万物的合一。这就是爱，这就是生命的美好。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如是之事，则近道矣。一定要时时带着，使自己能够察觉到这种灵觉性。有这种感觉就不得了了。先有这种感觉，后再加强这种感觉，让自己正进去。灵气是一种内在的气质，它由内而外地散发出，让人感受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思想境界和审美情趣。拥有灵气的人往往更加自信、乐观、豁达，也更容易获得他人的认可和喜爱。3. 一个人只有学会了安静独处，才能真的成为自己。灵性是唯一能够驾驭三维空间的智慧。一个人想要获得更高的成就，不是在能力上提升，而是在灵性上提升。只有灵性让你获得灵感，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个灵性很高的人都是修来的。首先，我们无法从一个每天吃大量低能量食物的人身上看到灵性。过量的肉类、添加剂的食物以及饮料会长时间地改变一个人的身体状态。这不是挑剔，而是保持能量。当我们的口味越来越淡，脾胃越来越强，身体的灵密度就会迅速提升。你就像一个灵敏的仪器，
眼耳鼻舌身意全部都是打开的，也都是平静的。你只会吃食物的本味，也能够从中感受到更细微的能量。伸出你的舌头，它就是身体的痕迹。一个人能否适应平淡还是刺激，香都会出现在那里。其次，一个灵性很高的人，他的眼睛特别的亮，黑眼人的部分会非常的多。这不是聪明，而是智慧的显现，因为他的洞察不是对人的，而是对心的。世间的一切心，他都能懂，也都明白。你欺骗不了他，因为他就是镜子，是不藏着的，是真诚的，无障碍的，是喜悦的，是百变的。就像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非常的自然，让人想要亲近。这种去伪存真的东西，反而能让他快速识别出爱他的人，喜欢他的人，甚至能规避出即将要发生的风险。因为灵性是上天能量的一部分，也是护法加持的一部分。只要尽管和上天的频率在一起，烦恼都会消失不见。一个人的灵性往往是需要减法的，就是这样的人不会让自己占有特别多的物质，特别多的关系，特别多的东西。他的少能够让他聚焦，让他能清静，也能够让他清醒。为什么有的人悟性很高？一定是因为他足够的空，他可以察觉到一件事的核心。因为一通则百通，不需要做无数件事，不需要重复，而是想到透彻，想到彻底，大道至简，相信真善美，激发善念，以心换心。只要提升灵性，就能改变看世界、看人生的角度，找到了解决万事的规律，拿掉覆盖在心上的底片，回到最美的直觉。没有恐惧，也没有失去。有灵性的人必定是有信仰的，无论他信什么，他的内心都有一个从不动摇的信念和信心，所以他不会孤独，因为真我一直在陪伴着他。他只希望经历这一切种种，最终得到进化，到达彼岸，而不是颠倒因果，失去本心。所有发生都是为你的灵性而来，你迟早都会明白，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当你开始提升了灵性，恢复了新的觉知，这一切都会改变，一切自动会为你让路。灵性是一种大福报，灵气高的人大多心是静的，身上没有静气的人不会有灵香。静就是福，越静的人越喜欢独处，越热爱独处的人灵性越高，灵气越大，天赋越高的人越难得到世俗意义上的完美归宿。心静、口静、意静，有灵气的人一切都是靠感知的。一个人在环境里越自然，越能活出自己，越内心归于静的姿态，就能够是越来越灵的。一个人想要让灵性越来越高，就要放下世间的一切评判和杂念，全力以赴地活出你自己，
活出那个高版本的你喜欢的世界。你想要吸引最高的一切，就要拥有最高的频率，让久违的松弛感来到你的身心，让淡定和心安围绕着你。开始爱自己，你要开始爱自己，爱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尽量满足自己的基本欲望和情绪价值。凡事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重要了。当你爱自己的时候，世界都会对你充满善意。破二元对立，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错，停止以正确为标准，而是以自己的最好意识状态为标准。哪件事能让你心动，就去做哪件事，不要考虑那么多，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对世界充满好奇，带着喜悦和兴奋去探索，去触摸，去感受。慢慢的，你就会变得越来越自然，越来越有灵性。放下执着，你要放下对情感的执着，对工作的执着，对物质的执着，只是去做事，享受过程，不期待别人如何对待你，不期待事情如你所愿，你会在最恰当的时机得到你想要的。对自己的经历保持信任，灵性的背后是利他，是精进，是慈悲。戾气的背后是索取，是私欲，是抱怨。灵性的人总是让人感到与众不同，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独特的光芒，仿佛能够洞察世间的一切。做一个有灵性的人，还是做一个有戾气的人，决定者在自己这个本体。有戾气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压根就不知道自己的戾气在哪里。灵性不一定会让你变得很富有，但是它一定不会让你变得差到那里去。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提升灵气没有捷径可走，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实践和积累，才能逐渐提升自己的内在气质。有灵性的人的眼睛与普通人的眼睛在眼神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深邃、智慧和宽容，仿佛能够洞察世间的一切。灵气是一种独特的魅力，它可以让我们在人群中脱颖而出。要想提升自己的灵气，需要保持好奇心，不断学习，培养创造力，关注情感与内心，并坚持实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精彩。世界正在向我们发出祈求，它想变得更美，它在向我们祈求一种达到极致的美丽。如果你感受到了以下这些迹象，那么恭喜你，因为你的灵性开始觉醒。灵性觉醒是你更高维度的自我被唤醒，你开始更加关注你的内在，你的精神，你的灵魂。它们通常是你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些给你带来痛苦创伤的事情所引发的。灵性的觉醒会让你睁开双眼，看到生活当中事物的本质。之前的内容里面讲过，灵魂频率越高的人越无法适应人群，
所以处在灵性觉醒初期的人会感到孤独和与世界脱节，这是因为你开始质疑现实了，你对社交感到毫无动力，觉得这些毫无意义，那么自然而然的就将你与别人主动地隔离开来了，因为你已经沉浸在了了解更深层次本质的喜悦世界里，就忽略了现实生活。当再一次回归现实世界时，你会感觉格格不入，感到孤独，也许还会因此陷入到生活的危机里，所以你觉得自己迷失了，不知所措，觉得好像整个宇宙都把你遗忘了。但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混乱状态。这个时候的你已经开始去思考3个灵魂问题：一，你是谁？二，你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是什么？三，你要去实现的是什么？这种混乱的状态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持续不同的时间。不过这对正在觉醒中的你来说绝对是值得的，因为你一旦弄清楚了你的目的，你就会与你的高我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更真实的自己。你会明白，我本自具足，我很真实。这个时候你能看透一个人，因为你的真实会吸引真实。你会发现你很容易就能接受到对方的能量，感受到对方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是装腔作势的还是真实可靠的。我相信评论区里很多粉丝都会有同感，而共情的这个超能力也就会在此时此刻出现在你的身上。你能清晰地感受到别人的痛苦，而且愿意陪伴他们，给他们安慰。在临近觉醒的旅程里，还会使你看到每个生命的精神层面，特别是对于大自然。任何对于大自然产生伤害的行为，都会使你感到厌恶和愤怒。为什么呢？因为灵性觉醒的过程当中，你通常是孤立的，而大自然恰好是你当下的陪伴者。那么当有人想破坏它时，就会触碰到你的神经。还有，灵性觉醒意味着精神的升华和改变。一是因为你的高维在呼唤你做出改变，改变你所有不好的、不健康的行为模式，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更适应和接受更高层次的意识。而另一个则是你开始渴求改变，因为你知道你将会走上一条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路，而这条路让你充满了喜悦和满足。你知道你变了，变得更有智慧，内心也开始更加强大。你有足够的信心去应对一切的未知和挑战。在临近觉醒的最后，你会对自己是谁有更深刻的认识，会带着更大的欣赏和爱去对待生活当中的一切。而灵性的升华更是你振动频率的提升，这同样会让你和宇宙有更高频率的联系，也更容易让吸引力法则成为现实。因为你终于明白生命对你来说意义到底是什么，而这也会吸引更多高能量的人事物进入到你的生活。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灵性觉醒。愿所有人都打开智慧，
得到觉醒，离苦得乐，越来越好。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